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视频是我们手牌 Vlog 的第11期。今天的视频效果会比之前好一些，然后我们当时直接直播到了 YouTube， 并且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了群里的朋友，然后当很多朋友在看我们打牌。然后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，我们拿到了7、8方片。现在我还在调这个场上的这个玩家的姓名，等一下就会调好。然后前位的玩家 open 了6块钱，然后中间有一个玩家跟注。我们这个7、8方面当然挤压也是可以，只不过因为有人已经跟注，所以我们能够看一个翻牌也是不错的，赔率不错。然后我们跟注之后的几个玩家起牌到了大麻玩家选择跟注，4个人看一个翻牌，翻牌发出了4、5、2彩虹面，这个牌面相对是比较干。然后如果对手有一个 ace 的话是一个卡顺，其实对对手的就是这个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击中是不错的。然后他 C 败了一个多少钱呀？12块应该是。然后后面的玩家在思考，我们这个卡顺后门花，后面玩家弃牌。然后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这个牌面它基本不太会有击中，然后我们有个卡顺后门花。我们raise 一下，然后他如果跟注的话 turn 如果能够发出同花或者什么的，我们很有可能可以再开一枪，甚至不确定这个炮当时估计能够推出来也有可能，或者说开一枪。但是结果没想到我们raise 到了35块之后，对手直接就推出了 all in， 当时刚买入没多久，所以大家基本都是200块，然后很无奈我们直接弃牌。这个牌考虑到，其实现在想想，考虑到对手有可能有 ace 的情况下，确实弃牌率没有那么高，没有什么办法，而且也没有听花的组合吧，然后我们只能演一手 set， 所以估计跟注看有没有后门花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手牌，第二手牌我们拿了 ace jack 草花，然后前位的玩家 open 了7块钱，我们直接3B 到了21块，然后后面的玩家都弃牌。然后现在是前位的玩家在思考，他应该是 UTG 加2。现在的名字基本调好了，也就是 K 老师 open 了7块，我是这个大侠，我是 3B 到了21块。因为大家平时都叫我大侠，所以以后估计我就以大侠自居了。然后他选择了跟注 ，K 老师跟注，我们2个人看翻牌，翻牌是13、4，非常干燥的一个牌面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 over pair， 然后2高张也是，我们的2高张也是有6个 outs， 然后对手除了手对以外，基本没有什么击中，我们应该有不错的范围优势。当然对手会有一些3、3、4、4，这些是我们没有的，所以说对手应该那次优势会比我们好一些。我们当时是 C 败了多少钱呀？这是没看到，估计我们 C 败不是很大，估计是15块的样子吧。然后对手对跟注，我们 C 败15块，他跟注，然后 turn 发出了一张 Jack， 然后还是没有形成后门花。这个 Jack 对我们，当然假设对手是10勾会反超我们，不然的话基本上对我们会有利很多。对手应该也不太会有勾这样的牌。然后当时我在想，对手可能翻牌能跟住我们的 C bet 会有一些手对，也会有一些类似于10x 这样的组合。那么我这里选择了一枪控持。然后想着看 River 他怎么来打，然后 River 他这里应该是还是过牌了，这个时候底池是50、60、70的底池差不多。然后当时我后手应该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上一把3B 输掉了差不多接近50块吧，接近50块，所以说我现在后手只有差不多100多一点，所以对手过牌之后，我这里直接推出了 all in， 就看打他一个不信吧，
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小手队想要抓我的什么 AK、HN 这样的牌的这样投机的可能性，结果对手没有抓。因为我 turn 过牌了，如果他有10勾啊或者这种大牌，大概率 river 他会自己打，所以我们推出来，看一下有没有极限价值，然后看第3手牌。第3手牌我们拿到了 King 10黑桃，我们在 UTG open 6块，然后后面的玩家加1的玩家跟注，然后这个时候行动到了WYK。他弃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记错牌了。然后后面的应该是 Button 的律师跟注，然后还有谁跟注？还有 K 老师也跟注，所以说是一个4人池。4人池翻牌9勾7，相对比较潮湿的面，虽然是一个彩虹面，但是还是比较潮湿，所以我们选择了过牌。我们有一个卡 Queen 的这个牌，然后我们在 turn， 因为 flop 过牌 turn 前位的玩家 K 老师又过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打了一枪，多少钱？看不出来，可能是十几块吧，然后直接被 raise 到了28块，被后面的黄师傅 raise 到了28块，然后律师和 K 老师弃牌。我们这里很难防守，因为我们没有花的听牌，只有一个卡顺。我们本来心想能不能拿下turn delay C 败一枪，没有办法，被 raise 直接弃牌。然后接下来这手牌我们拿到了 Ace King of Suit， 我们是在什么位置？我们是在大盲位，然后是一个 straddle 的炮，然后炮 open 了12块，后面的蒋总跟注，然后到了 Sacha 就是有他自己 YouTube 频道的这个朋友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会把他的链接也放在这。我们最近也经常一起打牌，因为他来了新加坡。然后 Sacha 跟注，后面跟注的应该是燕超这边跟注了，所以我们 Ace King of Suit 这里自然是一个 all in， 因为我们的后手并不多了，我们3把牌吧，2把牌损失了不少，估计这里就是好像160左右的。然后前面 open 的炮跟注，他是 Ace Queen， 应该他没有亮牌，但后来他说是 Ace Queen， 然后翻牌发出了 King， 我们成功拿下这个理智，筹码翻倍。这里炮之所以会考我，是因为我会有一些类似于 A10 A 勾甚至是 A5 suited 这样子的牌，做一些比较相当于偷吃或者挤压这样的行动吧，所以他的 Ace Queen 也是有一点难弃。我们看接下这手牌，我们直接拿到了 AA， 我们在 button 位，然后行动是应该是 Sacha open 了7块钱，然后我们有没有 3B？ 然后后面的应该是律师跟注了，律师跟注这里自然我们进行一个 3B， 我们 3B 到了35块，差不多是4倍、5倍、5、7、35 5倍吧，相对还是大一点的 3B。对，应该是可能不是律师跟注，应该是后面这个延超跟注了。然后 Sacha 直接是一个4B 到了80块，然后这里我们的 AA 有位置，后手不是很深的情况下，我们通常不太需要 5B 相对比较难平衡，所以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慢打跟注。如果 AA 不 5B 的话，比较尴尬的就是有的时候 Ace King 不知道怎么打，因为一旦 Ace King 被 4B 如果跟注的话，有时候会比较被动。当然有位置还好，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Ace King 就很被动。所以说当没有 5B 的时候也是挺难受的。所以可以在不利位置有 5B， 然后在有利位置可以相对比较少的 5B。然后我们跟注之后翻牌发出了 Jack 3-2的一个彩虹面，这个面对我们就非常有利了，因为没有 Queen 没有 King 的话，大概率我们不太会被反超，就是对手很少有 set， 最多一手勾勾 4B 的话相对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对手 Sacha 过牌，然后我们这里自然拿价值，我们打了一个50块，
这里底池应该是170的底池，我们打50块，1/3不到的样子。然后这里他自然没有什么选择，选择跟注，因为我们对手不是很深，然后这个他跟注之后是一个240、250，接近250的炮，然后我的后手应该也就是200多一点，所以这里 turn 发出了一个公对2，总之对手能够跟注的话，然后我们因为 block 了 ace king 嘛，所以说它大概率就是 kings 或者 queens 这2手牌，然后因为没有发出 ace 和 king， 它可能会跟注比较多，而且我们翻牌前只是一个跟注4B，所以他会觉得我们会有一些类似于10勾勾这样的牌，或者是 queen queen， 他如果是 kings 的话，他很难弃掉，所以我们这里直接选择 all in。对手可能会觉得不会我们真的中 jack 吧，他可能会抓鸡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是我们这里因为是一个慢打的 AA， 所以说有位置，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错的一个，就是比较容易打吧。假设我们是不利位置的话，之前也说过可以考虑更多的进行一个5 bet， 尤其是后手并不是很深的情况下。这里基本上5 bet， 因为他打到了80多，然后我们后手他是 cover 我们的应该是，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300多块，300多块的话不到400块可能是，然后300多块的话80多3倍的话324，基本上5B 就是可以 all in。假设我们是不利位置，我们5B AA all in 是可以的。然后对手想了一会儿跟注，他是 kings。然后我们成功的又 double up， 今天打的是非常的顺。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手牌，前面的人都弃牌，然后 K 老师也碰了6块，我们拿到 A10 方片，我们进行了一个3B 到了18块，然后后面的黄师傅跟 Paul 应该是都弃牌了，然后行动到了强总，强总在大盲。然后这个时候强总选择了一个冷 call 3B， 然后当时我对他的判断可能是一些手对，比如说9910勾勾7788 9910勾勾这种圈圈，估计4B 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然后 K 老师也选择了跟注，我们3人看一个翻牌，翻牌发出了 ace king 7，一个彩虹面，我们击中一个 ace， 然后这个当然对我们非常有利了。然后强总选择了 check，K 老师也 check， 这里我们自然是想要进行一个 C bet， 然后对手基本上都不太会中东西，我们大概率是领先有 ace， 当然对手如果是有 ace 勾 ace queen 这样子的牌会领先我们，但是我们这个C bet 枪还是比较好，不然 turn 发出一些，不管是发出10勾圈 K 啊这些我们都会比较难受，所以我们 C bet 之后呢，强总选择了跟注 K 老师弃牌，然后 turn 发出了 jack，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这个 jack 相对会击中对手跟注范围会比较多，所以说对手过牌之后呢，我们这里因为也会落后对手，如果是拿 A 圈 suited 或者 A 勾这样跟注的牌，所以甚至是 K 勾这样的牌，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过牌，然后 river 发出了另外一个 jack， 这个时候强总开始点筹码，这里的 pot 应该已经150左右了，然后他后手估计也就100多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想打多少。这个画面有的时候有一点震，是因为它夹在我的凳子上。然后强总打了75块，当时我很纠结，我当时挺想弃牌的，因为感觉这个 Jack 啊 King 这些跟他很有关系，感觉他像一个大牌 King Jack 还是什么东西，或者10勾啊这种东西。然后但是想了一下，他会不会有 Ace Queen 这样的牌，然后我们还能和 Ace Queen Chop， 当时心里会这样想，然后打了一个半池。当时是选择了跟注，但是现在看看这个实在是太价值了。然后他是亮出了一个 Queen Ten 红桃，他能拿这个牌来冷跟3bet，他就会有 King Jack Ace Jack 10勾所有的这些牌，
所以我们这个弃牌还是比较好。但是也算买到了信息吧，知道他会用这样子的牌冷跟3B， 完全出乎意料。然后下面这手牌Sacha open 了7块钱，后边的3个人弃牌，我们拿到了 King 10 suited， 我们跟注了7块。这个牌其实我们做一个3B 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毕竟考虑到 Sacha 是在前卫 open 的，然后我们这一阵子入池又很高，所以说害怕对手不信，我们就选择了跟注，因为是同花牌，然后后门发展也比较好。然后强总也跟注之后呢，王宇坤进行了一个挤压，他在大盲位挤压到了45块，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挤压，然后到了Sacha，这个就对我比较尴尬，因为我们后手虽然是算深，但是不是非常深，然后 King 10 suited 这手牌其实又很容易被压制，然后虽然是2高张，然后红桃同花牌，这样有可能是会击中一些牌，但是通常这种牌都是一些卡顺啊这样子的牌，会比较难受，然后击中 King 也不知道大不大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，没有，我们当时是弃牌了，我就心想怎么会跟注，然后应该是Sacha选择了跟注，然后发出了 Ace， 然后王宇坤 C 白一枪他就弃牌了，我们当时没有跟注，应该是通常来讲是正确的选择，这手牌只是在于翻牌前要不要自己进行3B， 因为通常如果后卫有做到这样子的爱3B 的玩家，爱挤压的玩家是挺难受的，很容易被挤掉。然后接下来这手牌应该是 K 老师 limp 了2块钱，我们拿到 Ace King offsuit， 我们在前卫 open 了10块，然后弃牌到哪里了？弃牌到了 button， 然后律师和燕超也弃牌，然后 K 老师应该会跟注吧？ K 老师跟注了10块，还没有跟。对，他跟注10块钱，然后我们 heads up 发出了 King 94，这个面非常干燥，然后我们自然是 C 白一枪，然后对手直接弃牌，非常的干脆。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手牌，前卫的玩家弃牌，然后律师 limp， 然后后面的严超也 limp， K 老师也选择了 limp， 我们拿了 Ace Queen 黑桃，因为是一个同花牌，然后我们有位置，我们当时并不是非常害怕进入多人底池，当然自然单挑能够结束战斗也是不错，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选择一个 limp， 我们的牌力是有某种程度的隐藏，然后后面的黄师傅 open 了21块，我们自然是选择跟注，然后形成了 heads up 的面。当然假设说黄师傅只是一个 limp 的话，我们也不太害怕进入翻牌后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同花丁板，自然会有可能不中或者说被cooler 的情况，但是我们也有可能拿到意想不到的价值，有时候选择一个 limp， 然后我们翻牌就击中了一个顶两队，然后因为是一个比较潮湿的面，所以黄师傅 C 败了一枪25之后呢，我们直接3B 到了75块，这个我们可能会一些比如说90红桃啊，或者说一些卡顺后门花啊，或者说是一些两队这样子的牌，比如 Queen 8，甚至 Set， 比如说88，或者说 A8， 这些我们没有 open 的牌，我们这里会有不少的听牌和撑牌，然后当然 Ace Queen 这手牌对手不太能想到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少其他的牌，然后这个时候黄师傅是中了一个Ace 应该是，然后他想了很久，然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弃牌。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手牌，我们拿到10勾红桃，前位的玩家弃牌，到了 K 老师，他应该是 open 了。这手牌在 K 老师 open 7块之后呢，我们选择3B 也是一个不错的，因为我们是在中位偏后，但是我们当时是选择了一个跟注，都可以，因为我们3B K 老师的频率挺高的，我们害怕他操作回来，这手牌也不 block Ace 啊 King 这种东西，所以说跟注也是不错。
然后后面的黄师傅和抛也选择跟注，这时候强总直接一个在bottom位的挤压，到了786块，非常大的一个挤压。这里我们自然没有什么道理去防守，我们选择弃牌，一是没有位置，二是这个牌很难击中非常强的牌，然后因为这个挤压非常大，所以我们一旦进去的话，这个 SPR 变得非常低，所以说比较难打。假设只是一个我们 open 被3B 的话，这样还好，因为牌这个 SPR 会比较深，所以说问题不大。但是这个牌因为挤压 size 非常大，我们跟注进去非常难搞，所以我们选择弃牌。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手牌，前位的黄师傅 open 了6块钱，然后全部弃牌到了延超，应该是选择跟注 ，K 老师跟注，然后我们在大盲。我们这手牌拿到了25草花，通常这种牌非常烂，然后因为我们毕竟在大盲，很多时候我在大盲都是会弃牌的，当时就是想玩一下，然后选择了跟注，但这个牌其实弃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毕竟是一个 UTG 的 Open， 这手牌我们几乎只有中了3条以上的牌吧，至少两队都会觉得非常危险，因为很容易被反超，或者说被顶两队干掉，所以说顺子或者说是同花都是有点危险，所以这个牌其实翻牌前弃牌没有任何问题。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手赔率好，但是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隐含就是反向赔率，因为我们中大牌的时候对手很难支付，然后我们一旦进入巨大的地池，通常都是输的那一边，所以说这个牌弃牌翻牌前弃牌没有问题，只不过当时是选择了一个跟注。很多朋友会拿比这个更烂的牌入池，很多不同花的，然后觉得5块钱看一个 flop 是非常划算的，但其实是不能这样算的，很多时候这种牌没有位置是非常难打的。这样如果一直这样入池的话，会流血流得很快，然后你看对手直接是一个 full house 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手牌，我们拿到33的一个手对，然后前位的玩家6块钱，银超6块 ，K 老师跟了6块。我们这里还是选择了一个跟注，但是这个小手队其实来讲弃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一是会容易被后边的人挤压，二是击中了并不一定会领先，容易被 set over set， 或者说没法击中的话，很容易是直接对手一 C 败就弃牌，所以说不太好打。只不过当时我们还是进来了，进来之后呢，然后黄师傅也跟注，然后后边的这个 WYK 也跟注，然后前面的人应该是 check 了，然后到了延超，他C 败了一个10块钱，好像比较小的一个 C 败，这里看不太清，好像不是10块，应该是20的 C 败。我们3个帽子自然是弃牌，这就是最经常发生的情况。这种小手队，当你自己不是开注加注入池的情况下，很容易被 C 败打掉。然后这里中 set， 假设是 King 9 3，我们中了 set，会很舒服吗？也不会很舒服，因为是多人池，对手有可能有9有 K，是挺难受的。所以说中 set 不一定能拿满价值。然后还容易被 cooler， 所以这种小手队其实尤其在前位弃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这个当时入池并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，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然后turn 一个9，我们看这个牌怎么打的，应该是延超 C 败20之后，后边的黄师傅跟注，然后WYK 跟注，然后 turn 应该是 check，行动应该是到了 button， 他选择一个下注50块，然后前位的玩家 open 玩家弃牌，然后到了黄师傅，大概率也是弃牌了。我记得他亮了一张7，估计是中了 set 假设是 King 7 3，那我们又被 set over set， 所以这种小手队能不进就不进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牌我们拿到了 Ace King offsuit， 我们在 UTG 吗？不对，我们在大盲，然后前位的玩家弃牌，
一直弃牌到了律师 open 6块，他是在 cut off， 然后 button 跟住6块 ，K 老师弃牌，然后我们这里自然是一个挤压，我们 raise 到了多少钱？35块，6块的话5倍多，还好，其实再大一点都可以。接近6倍，其实还好。然后律师在思考，他选择了跟住，所以说 heads up。我们来看翻牌，翻牌发出了 King 19，我们击中一个 King。对我们还好吧？这个90相对没有那么好，但是 King 还不错。我们 check， 因为当时我会觉得他可能会多一些手对，勾勾以下，所以说7、7、8、8、9、10、10，它会有一些 set 啊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控制，然后我们 S King 也不怕被反超，然后甚至是勾圈是天顺的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当时是 turn 打了一枪，对手秒跟，然后 river 发出了4，对手亮了一个 king queen， 这个我倒是没想到，没想到对手是拿 king queen，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拿一枪价值。当时会想，如果他是一些听牌的话，我们过牌给他在 river bluff， 当时心想这样，但是自己打也是可以，这个都还好，毕竟没有位置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很难拿到价值。再次体现位置重要性。然后接下来这手牌我们到了 Ace Jack 黑桃，然后前位的 K 老师 open 了6块钱，我们这里对他进行了一个3B。其实这个3B 已经非常强了，因为他是在前位 open 的。然后我们其实 3B K 老师挺多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确实手牌不错。然后大家也看到我之前的很多 King 10啊 suited 或者说10勾 suited 都没有进行3B。就是觉得如果这些牌都去3B 的话，频率就太高了，因为我们当晚确实牌不错，然后但是那些牌一旦跟进去，就很容易被后面的人给挤压，挺尴尬的。然后我们3B 之后给老师跟住翻牌 King 14，我们有一个卡顺后门花，我们没有击中，但是我们3B 的范围是击中了很多，有很多的 King， 然后有一些超对啊，然后我们这里打了15块应该是，然后 K 老师3B 到了35块，相对非常小的一个3B。以我对 K 老师了解，这里他很有可能是中了一个 King， 估计是 King Queen King Jack 这样的牌。他会拿一些顶对啊这样的牌去 raise 的，而且 raise 的 size 通常不大，然后通常他还会在 turn 进行一个过牌，所以他这里选择了过牌。我们在 turn， 因为我们没有发出这个后门花，所以我们当时只有剩下一个卡顺和一个 ace 估计还是 outs， 所以说卡一个 queen，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没有进行下注。我们 K 老师过牌，然后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过牌。这里我还是思考了一会儿。我们现在想想 K 老师这里是什么牌？刚才说他是可能是 King Jack King Queen 这样的牌，因为他会有这样的行动线。Ace King 的话，有没有 Ace King 呢？应该是比较少。当然勾圈也是有可能是勾圈可以，但是我们自己 block 了一张勾，所以说它的勾圈也会少一些。然后这里我们过牌之后 river 发出一张10，这个时候 K 老师是下了一个重注，我记得这里是75块、80、90、100、100接近110的炮，然后他应该是下了一个重注。然后我当时想要不要抓，想一下他现在假设是 King Queen King Jack， 他会下重注来拿价值吗？有没有鸡可以抓？是可以抓到 Queen Jack 这样的鸡，会输他其他的手对，然后他打了多少
60块还是80块吧？应该是80块。我当时记得是一个重注。如果他是 King Queen 会下这种重注吗？不太会。他倒是有可能拿10来 raise。如果他拿价值，就是拿10做了一个翻牌的 check raise。但是我们3B 的牌这个 King 其实是挺好击中的。他这样打挺奇怪的，我当时没有抓击，有一点想抓，但是挺奇怪的。毕竟他是翻牌前 open 的。现在想想像一个 G 像一个 G， 因为我觉得他 S King 不太会进行跟注，有可能是4B 回来，所以说翻牌还能 raise 回来，有可能是 G， 不然就是 King Queen 这样的牌。由于这一次的视频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把它分成了上下2期。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，不要忘记了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